嘿、Hello，大家好，我是电脑网达的编辑 Ross。那我们今天来开箱的是旁边这一台 M1 iMac。那如果说什么产品呢，是苹果把整个产品的类别的名称直接占为己有的话，已经几乎是平板电脑代名词的 iPad 呢，应该是不用特别提起的一个例子啊。不过说到 All-in-One 一体机呢，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 iMac。其实 iMac 作为苹果近代电脑产品中毋庸置疑最多变化的产品系列呢 ，Apple 的设计理念是先从把整台电脑塞进 CRT 的萤幕里面的 iMac G3，中间又蹦出一台有点突变，但是感觉又特别经典的 G4， 就是台灯设计的那一台 iMac。那到了 iMac G5 的时候呢，其实就变成一个跟现在其实概念非常像，就是它是一个很像悬浮的萤幕的一台一体机的产品。那跨过了 Intel 处理器，到了 Apple Silicon 的世代，苹果似乎又想用 M1 的入门版的 iMac 告诉大家，以往那个多变多彩的苹果电脑设计又回来了。这次呢，我们体验的是相对于首批在设计上比较走安全牌的 M1 Mac 系列呢，这一次开始走比较大胆的设计路线。不过我们仔细端详的话，会发现2021年款的 iMac 在细节方面呢，仍然有着许多承先启后的意义存在，堪称是苹果有着满满浪漫意涵在其中的新世代 iMac。那我们先从开箱开始吧。虽然说以往也有24寸的 iMac 的版本，不过呢，这一次 M1 iMac 的盒装，我觉得真的可以称赞一下。它相较于以往呢，有了更多的巧思。虽然说它跟以往一样，也是从上面打开来设计，然后用一个手把来卡住那个开口。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色彩的巧思呢，从手把上面就已经感觉得到了。它手把上已经是采用了淡蓝色的一个颜色。打开前面盒装之后呢，可以看到 iMac 本体的四周，包括正后方，都巧妙的用立体的一个设计呢，来作为主机本身的缓冲的机制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取出 iMac 之后呢，可以看到呢，所有的配件都直接被安置在了萤幕正下方的那个纸盒里面。不得不说呢，还没有把胶膜撕开来呢，就已经被这些包装细节给圈粉了。从手把颜色的细节已经可以感觉到，就是从 iPad Air 到 iPhone 12还有 AirPods Max 开始大玩色彩的苹果呢，它不仅是在 M1 iMac 的机身还有配件上面，也可以看到很多蓝色的色彩在其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巧思。那我们从配件可以看到啊，除了整合以太网络的变压器是白色的以外呢，到这个之后连接到 iMac 后面的磁吸式的插头呢，到所有的配件几乎都有蓝色色彩的搭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节的展现哦。接到的是蓝色版本呢，所以小字键盘甚至是为这个 Magic Mouse， 就是从这个巴豆这边充电的 USB to Lightning 的连接线呢，都可以看到它都变成了蓝色哦。电源线跟Lightning 的线呢，其实它都改成了编织线了，都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细节啊。到了这个程度了，你就会觉得说，如果 Magic Mouse 呢跟遥控键盘啊，连白色的地方像键帽啊都变成蓝色的话，那大概就是会变成苹果粉丝会争相收集的一个产品了。那再来我们来聊一聊 iMac 的充电线呢。说真的，它的磁吸力道我觉得是出乎意料强。那再加上呢，它需要旋转到一个角度呢，才可以正确的插上使用。它虽然不叫做 MagSafe， 跟以前的 MagSafe 的那一种就是在笔电上面的版本呢，它会说如果旁边有人走过去踢掉的话，不会说整台机身一起陪葬的那个概念是有点不一样了。毕竟是桌垫啊，你如果把电源线踢掉的话，那就是整个电脑都会熄灭，所以它还是需要一定的强度是必要的。觉得这个编织电源线的设计呢，有点像以前那种 iBook 时代的那个电源线的插头，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复古设计存在在里面啊。那开箱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细节，苹果会附上了 Apple 贴纸呢，在 iMac 盒装之中呢，不再像以往一样就是只有白色，或者是像 iMac Pro 那种深灰色。这次的贴纸是直接染上了跟机身一样的淡蓝色，然后而且它是分不同的饱和度的蓝色哦，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细节。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iMac 的本体咯。撕开正面的胶膜，可以看到是一整片的玻璃材质，然后还有白色的边框哦。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样的设计呢，是希望让 iMac 可以更融入白色墙面的居家生活里，但是呢，在正面呢拿掉了苹果 logo 的下巴，即使淡蓝色跟
跟后面的金属外壳呢是有呼应的，但还是有点难以掩饰的那种些许的突兀感。也许苹果是认为这个萤幕正面的大小色块设计呢是有机会取代苹果 logo 成为新世代 iMac 的标志设计吧。那也因为正面面板呢几乎都是全面白的一个设计，我就变得很难按下那个深色主题的按钮。主要就是因为呢整体设计呢感觉真的是要搭配浅色主题呢看起来才对味。那翻到主机的背面，可以看到超美金属质感的贝壳搭配淡蓝色的苹果 logo， 真的会美到会想说没开机的时候要不要转过来背面，然后炫耀给大家看这样子。认真说，我觉得到了 M1 世代的 iMac， 苹果大概是真的希望大家都别插上会影响美观的外接设备了，那或者是把比较丑的外接设备全都用一条线藏在别的位置就像以太网路一样，被藏在桌子底下的电源线上面。那即使是有最高扩充性的高阶版本其实它背面也就是4颗2组直式排列的 Thunderbolt 4跟 USB 3的连接副所以看起来呢是非常低调，完全就是有一个一体性的感觉那低阶版本还有只剩下2个洞，也都是 Thunderbolt 4，看起来就更低调了。那这时候你会想说，那 3.5mm 的耳机孔呢，以前都有嘛？这一次的 iMac 它只有 11.5mm 薄，基本上已经低于 3.5mm 插头的一个长度了，所以它变成像行动装置那样从侧面插进去呢，其实也不意外。这一次呢，它就是把它放在电源按钮旁边右下角的一个位置。那 M1 的外观呢，其实感觉就像当初 iMac G5 那种悬浮萤幕电脑概念的完成版，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很美很美的萤幕历经了这些年呢，重回 ARM 架构的苹果总算透过 M1 在这短短的下巴空间里面塞进整台电脑所需要的运算能力才得以让这个机身能够保持这么薄的一个境界那这短短下巴里面呢，不仅有支撑整台电脑运作的处理元件还搭载了可以让 M1 满血运行的风扇。它保持了以往的设计的理念，就是它底部呢是有很多的开孔，可以做散热使用，还可以当成扬声器的出声孔虽然说 M1 的高效率跟低耗能是很让人家惊艳的，然后而且真的很少让风扇整个吹起来。不过我们在测试期间呢，还是有透过跑分呢弄到让这台 iMac 的风扇有启动，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听一下启动时候的声音。其实只有到真的是相当极限的状态的时候，它才会发出风扇的声音。我才注意到原来真的有风扇在里面刚刚也提到，就是底部的开孔呢，还可以作为扬声器，从上面可以反弹到桌面，然后再传到人耳朵的扬声器的一个反射设计。这一次呢，苹果它在 iMac 里面塞进了6颗扬声器的音响系统，里面有2对的低音喇叭，所以它相对以往的 iMac 呢，有更好的低音效果。那实际上我们聆听起来真的是觉得蛮有感的再加上呢，现在 Apple Music 也支援空间音讯，加入了杜比全景声的体验，听起来的感觉空间感也特别的足够。毕竟它有透过反射来呈现声音所以声音的感觉呢也特别的不一样。萤幕的部分呢，虽然 M1 iMac 呢跟 MacBook Pro 保持持平的就是500尼特的亮度，所以说在播放 HDR 影片的时候呢，相对于 M1 iPad Pro 采用了 XDR 的萤幕，就是 Mini LED 的萤幕可能在 HDR 的观赏体验上面呢会稍微逊色一点。不过呢，其实在 23.5 寸的萤幕里面塞进 4.5K 的解析度，有218 ppi 的表现呢，再加上还有 P3 广色域的资源其实整体的观赏体验是还不错的。那近看的时候，其实很难看到画素点的存在。再加上呢，这组萤幕的边框呢更窄了 50%， 再加上调整成浅色主题的话，放在白色墙壁前面呢，真的用起来是非常的享受的，跟整个居家环境呢会融合为一体的感觉。M1 iMac 无论是用来工作、上网或是看影片，配合 M1 晶片优异的性能表现呢，说真的感受真的是相当不赖。虽然说相较于以前的 Intel 版本呢，想要相容于 Windows 系统会稍微辛苦一点，不过呢可以支援 iOS App 再加上未来呢，甚至还可以透过新系统的通用控制来控制像是 iPad 或者是另外一台 Mac 呢，那都是 M1 iMac 呢通用于苹果系统的一些强大优势对了，因应呢居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的需求呢，如果你常常会需要在家里就是视讯会议，M1 版的 iMac 呢，它在视讯的画质上面也升级到了 1080P 的 FaceTime 的一个画质那再加上边框上面也有2个，跟背后有1个麦克风孔，可以提供更好的语音效果。M1 晶片的影像处理呢，它其实也有进化，所以是蛮适合拿来做视讯会议使用的一款产品最后我们要提到这一次 iMac 我自己非常期待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其实是源自于它的配件。目前来讲，它是独占在 iMac 的指纹辨识的功能它在高阶版本上面有，入门版本的话，你可以在购买的时候定制使用 Touch ID 的功能。
那这应该是苹果第一次呢把生物辨识的功能脱离主机无线化。一开始会觉得，怎么好像有一点延迟的感觉啊？后来发现呢，那是在萤幕点亮的状态之下，会感觉反而有一点点lag。如果把系统选择休眠啊，或者是萤幕全黑的状况之下呢，我在待机的状态去碰触这个 Touch ID 呢，其实反应会快上非常多，完全有 N1 MacBook 那种打开萤幕的时候就即时点亮的那种感觉，反应好快啊！那用起来的话，真的是会上瘾。那就我们了解呢，也许是 N1 晶片呢在治安方面的功能有所联动的关系啊，所以这个 Touch ID 的巧控键盘呢，其实只能在与 N1 Mac 连接的时候可以提供 Touch ID， 就是指纹辨识的功能。N1 版的 iPad Pro 据说目前还是不支援的，所以说想要透过这个配件让 iPad Pro 也支援指纹辨识的人呢，目前暂时也不用考虑啦。不过现在反正也还不提供单卖啦，对非 iMac 的使用者来讲呢，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啦。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N1 iMac 的体验感受。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是非常期待 Pro 系列的 Mac 登场，不过 N1 iMac 定位呢，不意外的就是入门的产品线。我的感受来讲，这应该是自从 Apple 晶片发表以来呢，我觉得进化最有感的苹果桌上型的产品了。当然呢，就效能来讲呢，它就还是 N1 的水准，萤幕也没有直接搭载更强的 XDR 的规格。虽然我觉得之后应该会有类似 Pro Display 设计的 iMac 产品，那在不踩线 iMac Pro 等级的这种专业级产品的前提下呢，我觉得 N1 iMac 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存在了。相对于首批呢以 N1 晶片登场的 Mac 系列产品，主要是想要展现内在核心升级的路线了。当时评测完之后，我自己就很期待说，苹果如果能够更深度的利用这种高度整合 CPU、GPU 啊、记忆体还有储存元件都在单一晶片上面的一个整合式的设计呢，利用这种更轻薄、不占空间的特性，可以发挥出让装置设计弹性更高的产品。那这一台不到5公斤，跟一般显示器差不多薄的 All-in-One 一体机呢，我觉得真的就是 Apple 回到 ARM 架构，从里到外都开始发挥出他们工业设计 DNA 的一个里程碑啊。它整片正面玻璃给我的印象就像是回到老 G5 的那种通透感，背面的金属材质呢跟多彩的机身颜色呢，我觉得也是融合了从 Power Mac 时代跨越到 Intel 时代的各种设计的特点哦。讲起来呢，苹果好像也没讲过 N1 的 M 代表的是什么。如果要我猜测它其中的意义呢，我觉得应该会是 milestone， 就是里程碑的感觉。N1 iMac 呢，就是他们承先启后的最新代表作。以上就是我们 N1 iMac 的评测体验。如果觉得我们的感想对大家有帮助的话，欢迎大家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电脑王阿达的 YouTube 频道哦。拜拜。